先把老人家扶出去，也不许老夫人进来。是，慢点，慢点。早上喝过粥，凶手应该走了不久。顾庄，快追！是。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。自缢之人，眼闭而唇开，缢在喉上，舌抵齿；缢在喉下，舌多出。而他还有手。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，而他，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先被掐死，后被吊起来的。小五，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。是。马夫何在？在。逃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，还亲自喂了，又亲自赶车送的亲，与小人无关呐。这么说，你是看见什么了？那日，我和往日一样，按时去喂马，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，我又不敢多问。这几日，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？小姐失踪那日，他半夜才回来，还喝得大醉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还喝成这样！闪开！哪里出了错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那之后呢？他可曾出过家门？去过哪儿？见过哪些人？公子是个好人，是个大好人呐！怎么样，将军？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，凶手早无踪影。你不走吗？哦，将军先行，我还有点小事儿。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？哦，灵儿。县尉，你去吧。哎，你就是灵儿吧？我叫苏无名，是长安县县尉。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公子肯定是被殷十郎害死的，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！殷十郎？殷十郎，那个新娘子的弟弟。多谢仙长提醒及时，我才办完事，金吾卫就到了，好悬呐！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，让我帮他劫走姐姐，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。选新娘子，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。是。你又麻烦了。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，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，你可要好好提防。哼，哪儿来的无名小卒？仙长，您真是太抬举他了。你还真挺厉害的，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。窦玉林早就知道宋柴是赌徒，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，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。无奈之下，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殷十郎的无所不能，便携重金前往求助。可这个殷十郎收了钱之后，却掳走杀害了窦从，又杀窦玉林灭口。现在只能说，这个殷十郎嫌疑最大，
探查案情，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，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。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。鱼，鬼市上牛鬼蛇神，危机四伏。你这书生，敢去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苏明乃长安县尉，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。区鬼市，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？哼，这。禀县尉，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，上回就难产险些丢了命，这回请了最好的接生婆，我得在家看着。我眼睛不好使，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。苏县尉，我不敢去。不敢，连个借口都不找吗？实不相瞒，武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，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。可回来后不久，武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，最终您都知道。这么说，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？哼，我就是问问，那种地方，我也不会去的。您在干什么？过来帮忙。杀了人，又使用香料，让死者的尸体不朽。哼，这实在是太蹊跷了。反正也要去鬼市。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。您要去鬼市，带多少人？谁也不带，我一个人去。县尉，你怎么跟来了？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，老奴不放心呐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？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6道高坡，运用乾卦6爻之象所设计。92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，93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，而非常尊贵的95之位建玄都观、兴善寺以镇之。哪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，成为一个地下世界。自我大唐以来，宵禁森严，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，俗称鬼市。小人，县尉，我听说这里还有很多逃犯、杀人越货之辈、穷凶极恶之人，您可要小心呐。没什么好怕的。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，来过多次。啊？抓住他！站住！抓寇鸡贼呀！抓住他！站住！
你偏开脱我的锯齿，我剁了你的手！鬼！鬼！这个人是鬼！县尉，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他刚才喊什么呢？鬼？长安红茶。红茶怎么卖？卖？我是来买的。你若有，我愿意用银子来买，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我真没有。先生，听你刚才的意思，长安红茶你以前买到过，好喝吗？我哪买得起啊？我是拿到东市去卖。哦，这买卖很好做吧？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。达官贵人都好此茶，价钱好得很。拿下。是。无所不能殷十郎。哎呀，敢挂这么大的招牌！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。那可不行，我为县尉带路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没人呢？你不是在殷十郎这里买过红茶吗？看看是哪一个。你若认准了，我便不治你倒卖红茶、谋取暴利之罪。好。这也看不清啊。放下来。苏县尉，哎，周郎家又见面了，你快把我们放下来吧！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？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窦从遇害，窦雨林之死，这殷十郎都有极大的嫌疑。本官是来查案的，怎么能说是捣乱呢？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苏明啊，你身为长安县尉，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，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，你是废物吗你？小五，不得无礼。今日去窦家，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。现在想来，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。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？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。那个周郎将，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。我还能坚持，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，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。拉起来！把我放下来！放下来！放下来呀！你们太不像话了，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！县尉也算是个官嘛，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，还拿自己当老虎。老虎？胡说！哪儿来的老虎？好像是真的是老虎吗？
干什么呀？持刀杀虎啊！范阳卢氏500年来的天下民族，陆凌风，你真给祖上丢脸！老虎何处去了？哪有什么老虎？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。你看看地上是什么？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，幻术而已。幻术？苏无名，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？若真有，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，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？我堂堂金吾卫中郎将，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。快去把小五还有茶贩子追回来。是。等等。中郎将，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，就是因为刚才那2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你说什么？妖人使用幻术，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。操控此术，妖人肯定就在附近。速查！是。仙人没有到了！飞升，这副模样和殷十郎的名字，确实用了很久了，该换换了。
11娘见过仙长。从明日起，想买长安红茶，就得拜倒在11娘的裙下了。县尉，窦家的人来了，在县县等着要见您。这么早，什么事儿啊？他们把灵儿绑了，说是偷东西。我没有偷东西。那这赃物从何而来？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。是长安红茶吗？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？他不喝，他说在殷十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，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，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。苏谦，哎，给他松绑。是。苏县尉，贼子交给你处置，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，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。老人家，真凶尚未找到，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。至于灵儿嘛，你回避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？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，所用之药物，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。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，牛马食之1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，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，故称汗血粉。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，窦玉林调整了马头方向，并促成马径。窦玉林的原意是想请殷十郎半路将窦从劫走，带去东都小住，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。可没想到，殷十郎是个奸人，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？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。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！老人家节哀，在窦玉林的计划中，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。灵儿，这又为何？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，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。她知道那茶值钱，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。养孩子？她一个丫鬟。灵儿，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你好大的胆子！苏县尉，这不能怪我。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，心中郁闷，夜夜饮酒，之后就……我明白了。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确实对那小丫头。老人家，那就把灵儿接回去，好生对待吧。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肉。这是什么茶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。哎，打扫这屋子的时候，我好像也见过这茶。果真如此，茶呢？在哪儿？烧水。侍郎，小姐今日怎么样？不好啊，几番玉磬声都被拦下来了，真怕
这一时疏忽就……我知道了。哎。 父亲大人，就请放我西出长安去寻萧郎吧。是。喜鹊，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，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？不，昨夜我见到了萧郎，他没有死。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，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？萧郎，萧郎。好了，喜鹊，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来一壶茶。 这可是好茶，喝了它，可以减轻你的痛苦，啊！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？这是长安红茶，连公主殿下都在喝，真是暴殄天物！我只想嫁给萧郎，请父亲成全。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。苏县尉，坐吧。谢裴侍郎。有什么事吗？裴公精神不佳，可是没有睡好。唉，老夫已是知命之年。 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。她疯疯癫癫的，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。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，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？昨晚我喝了整整1壶长安红茶，也不得安寝。恕无名斗胆直言，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。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，连公主殿下都在喝，我为什么不能喝呀？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，是否继续饮用，还请裴公三思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日你喝醉之后，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，把自己吓晕了。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。 就妄自推断吧。裴公饮茶之后，可曾入过幻境？您可以不必回答。无名今日登门，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，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，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：“裴侍郎厚德而博学，是朝廷之栋梁。” 裴公，请留步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，真是惟妙惟肖。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？小的时候见过几次，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，我就没再见了。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？哦，那倒不是。萧将军进京练生，在长安停了2日。 但是并未来拜见我，也许是军务繁忙。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，被他饯行。我大唐
人人年少，处处五运。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，又与萧将军有婚约，两情相悦，我就没多过问。明白了。酒，拿酒来。娘了，陪我喝酒。好了，中郎将，是我被妖人幻术所骗，是我害死了小五。苏明，你是来笑话我的？我被骗了，你却能识破。看来狄公当年收你为徒，拒我于千里之外，一点错都没有。我是废物，我就是废物，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。中郎将，不必自暴自弃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屁话！中郎将，中郎将，息怒，息怒。给你讲个有趣儿的事儿。苏某略费周折，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。你查这个干什么？好奇而已。听说萧将军身高8尺，手使一条亮银枪，两军交战之时，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胡说！他如果有这般武艺，怎么可能命丧西域？他使的是双剑，身高不足7尺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，并非萧将军，而是中郎将你。苏明，你身为长安县尉，放下命案不查，却在这戏弄本将军，不割下你的头颅，更待何时？急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报！何事？太子口谕，命将军觐见。6个月前，太仆卿贺兰灭明；3个月前，果毅都尉李不弃；1个月前，雍州司马孙修，均莫名自杀。卢凌风，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？此3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。长安红茶。是。就在昨夜，国子博士崔东望，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，正5品的官，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、负债累累，还不知悔改，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，结果不如曲江而亡。长安红茶实为妖茶。你怎么这么确定？末将曾潜入鬼市，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阴室郎处，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，被幻术蒙蔽，险些丧了性命。茶是好饮品，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，但据我所知，长安已经有不少人在喝。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，以致满朝昏昏。卢凌风，我命你协同京师茶盟彻查长安红茶。末将领命。酒还是少喝些的好。多谢殿下提醒，末将谨记。去吧，
多加小心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哦，中郎将回来了。哎呀，未与将军告别，我怎能自行离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，你这儿却有不少。虽然记载未必详实，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。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，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。看出来了，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，有的非常好，有的嘛，就是无稽之谈了。苏明，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中郎将，我不能走。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，你对我说，我的前任5县尉死得蹊跷。最近我查到了，5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。好了，红茶一案，你区县尉不用管了，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。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，再这么下去，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。命案当然要查，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。哎，要不咱们联手吧？苏明，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？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，你掺和什么？出去，别等着我轰你走啊！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，新娘失踪始于1年之前，而长安红茶也是1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。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，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。你再不走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中郎将。县尉，您这是在……真是有心之人啊！您说的是谁呀？卢凌风，那个中郎将啊，一身的傲气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哎，可不能以貌取人啊！新娘失踪案，长安县并无卷宗，可在卢凌风那里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。至今为止，已发现4具尸体，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4个方位。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，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，当然没有那么简单，需要仔细搜查，甚至是挖地3尺。有风拨起，惊觉寒夜里，拂眉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去风鸣。逝者
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年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，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，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千帆险境，一股往此行，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，冉冉正气，诗心犹存。